我觉得我在我心情最不好的时候，就是摄影陪着我，我会很开心。如果我一个人出去拿着相机到处走，到处拍照，我就觉得很 relax， 就完全不会想其他的东西。你一个人的时候，比较可以在那个当下那个想法。我觉得新加坡很少拍底片的人，然后我觉得新加坡的人太过现代，缺少了一种感情在里面。底片摄影，我发现它真的可以把情感拍出来的。为什么要有相机的发明？就是要把有意义的东西留下来。我要写我自己的书，然后我还要拍一些有故事的人。现在他一个人住，已经我觉得蛮惨的。如果这个 video 播出去，被人看到，被亲戚看到，让他知道，我觉得对他很不公平。I mean， 可以讲这个故事，就是要保护到他们啦。尤其是我爸爸，觉得他会想不开吧，他会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伤害他咯？就是曾经有这样的念头，才会被送去医院了。妈妈是17岁就嫁给我爸爸，当时我爸爸19岁啦。成长过程 actually 是蛮自由的吧，可是就是每一次他要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很恐惧啊，赶快就躲去房间。结果我记得有一次，他拿那个铁的楼梯，就直接往我妈妈丢，所以他丢下去的时候那种声音就很难忘记哦。还有一次是他拿刀追我妈妈。有一次，他对我妈动粗，然后我妹妹跟我妈妈跑去酒店住。你个欠女人啊，没用的啊！夭寿垃圾查某，歹查某，还没去死安尼妖啊，什么人不爱啊？一直在骂我妈妈一个东西，就是他怀疑我妈妈以前有男人，一直逼我妈妈来承认发誓。你找伊倒来！太热啊！他们赶紧杀了哦，真杀好了。没有人报警呢，这样大声。我觉得没有人敢报吧，因为他骂的东西听起来很恐怖。你信不信我打你，我把你杀掉还是什么，然后我再自杀？哎呀！你认为你爸爸是有精神病的吗？到我来新加坡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就有了。他就讲，有时候他放工了，他不想回家，所以他讲，他看到我妈妈，他就会想要发火。我们之前一直跟他讲，有病的话要去医，然后他就，你讲我神经病啊？其实我们3个都曾经有给他弄到有一点精神问题，从小就是你做什么，他都会打击你的信心。第一个是我姐姐，每次要回家就哭，躲在一个地方哭，不敢回家。我妹妹是忧郁症比较严重的。夭寿囝啊，无用的，离婚了过来这兜转来，你袂啊来饲鱼的啊，饲到安尼大都无用啊，安尼衰啊，看要去死较好啊！整天只会讲，你们2个吵架就要讲我。离婚啊，离婚了赶紧来安怎？我离婚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啊！你当什么爸爸？对啊，我是很犯贱又怎样？我犯贱呢？你骂我你开心啊？我是你的女儿，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？就安怎？对啊，我都很差，可以吗？你够了吗？你满意了吗？我够，所以我大拍落去这阵就爱拍落去失败的啊！你敢打？你敢打？家里的人是给你打的，每次回来只会骂小孩、老婆，你还会做什么？你笑啊！你笑做梦你笑什么？你袂晓过来抢你啊！你爱饲啊！你来做父。你是在哪里遇到那个安哥？那时候market，我去那个，每次我跟那个安哥买酒的嘛，我去那边哦，那个很怕笑嘞，林几杯，他也是发脾气那种，我就直接跟他讲，你没有觉得有时候你们也是有问题的，不是要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他讲我们的思想是这样，就是这样的。我讲，安哥，其实我就是你孩子的角色嘛。他讲
所以你们也是讨厌我们这种老人的啦。我讲好像你要我们接受你们这样的，然后我不可以讲我是这样的呗，连你也接受我啦。他讲我是他爸爸嘞，我讲你们就是这样咯，你们就是用这个父亲的身份来压我们咯。讲的时候他有点火，把我跟他讲，安哥你跟我讲没有用的，我讲我不会管你的 feeling 的，我自己的 feeling 都很痛苦了。就是当天本他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开始有一点好像被刺激到了。突然情绪就来了，就整个人好像陷入一个不知道你自己是谁的状况底下，一下子我就靠在墙壁，坐在一边哭，等一下子我就在路中间跳，然后是跳到后面去的。我会一直讲，不要继续疯下去了，你不要这样了，你不要这样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就又没有怎样，这个才是你啊，你不是很想要疯一次吗？我觉得很恐怖，我觉得我要疯掉了。忧郁症很多时候都是想要一个人躲起来，它偶尔会发作的，可是如果你没有控制的话，它会没几天发作一次，没几天发作一次，然后就一直想别人为什么我还付出不够多吗？我不够好吗？然后就会怪自己是不是我的人缘就是这么差，然后会到很严重，你就会开始自残，你就会割手。我曾经有试过一次，是我用头去撞墙壁。每一次的发作，后来都是你会觉得是一个经历，之后你就会一直想，下一次发生你要避免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，伤害自己这种东西。然后一直到我跳，应该是有警察发现，有过来有 check 我的 IC， 所以之后我就觉得好一点。可能忧郁症有时也是这样吧，你就要释放，因为你里面没有东西的话就喝不到嘛。我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去拍照，这是我疗伤的一个最好的方法。我觉得我拍的不错，可是不好，因为我看过太多的太好的作品了。现在会不会感觉紧张？紧张是不会吧？问题是我就是比较不会讲话的人，所以我也不懂要怎样从前面开始聊起。我不是那种很会去带你进入情绪的那一种摄影师，所以这个是我的障碍吧。如果照片拍得好的话，当你看回去会有更多的感觉。看回那张照片了之后，你觉得你现在成长很多，也是一件好事。跟到你跟你讲来，这个 project 是要拍怎样的东西了吗？有大概这样。所以你知道我会想知道你一些很难过的经历。OK， 全部人都知道说我为什么离婚，就都知道说是先生不忠。所以在那段日子你是自己面对吗？自己一个人面对，就朋友都不知道。一个人面对所有的这些是这个蛮难的，所以这个很想把你坚强那面拍出来，就拍得更好一点。Hello， 现在你的开朗之前是有什么故事吗？当然，我的开朗不是自然的就有的。我的老公可能他有桃花劫，他是会来破坏我的家庭的，因为老公脾气不好。那时候我的日子很苦，在这10多年来，我就会从这边走出来，我的老公也跟着改变。我觉得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，要去经历。现在我回头一看，过去的那些事情都是来成就我现在的开心开朗。你的内心是一道彩虹，你就是那道彩虹。你如果是认为说这件事情会影响我，我会崩溃那你就真的会崩溃。你告诉自己没事，这些都是让我学习的，我明天会更好。我要拍的是那种，我希望给人家看到你真实的一面。可能到后面的话，当然会拍一些比较开心的，就可能一个转变。OK。我现在要拍前面一点，那个表情要更多。
也想到我妈妈一个人的时候也是。也是这样。不要哭，没事的。有一天你妈妈也是会跟我一样走出来，很快。因为我都没有看到我妈妈开心过。会心动。你做得到的。我说我的生命没有老公 OK 的，但是没有孩子不行。你妈妈也是一样，OK？ 你就多爱你妈妈就好了。OK。无一日好诶，做半死啊死啊！哎呀，天啊！CBA 的时候，11点或者12点晚上，突然听到有一个人在喊得很大声。哎，出来了！要求囝，花包囝出来了！我背出错路啊，姐姐，无见我老爸啊！所以我的 nephew 在那边，我就是一直要抓住他的手，因为他真的是很怕，每一次都是很怕。他讲很恐怖，就在那边声音一直发抖，手一直抖。这样小就要给人这样折磨。平时如果他骂我，就会在那边，你骂我给你骂咯。可是如果你弄到小孩子哭，我就不可以在那边安静了，因为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。我们哭的时候，没有人管我们的，我们自己躲在一个角落哭。那种害怕是没有人懂的。我就是看到他很像我小时候，所以我要保护他。我就跟他讲，舅舅有在，你不会有事情的。我就一直这样跟他讲，他就讲好，你答应我啊。他就骂了很多天的人之后，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很大声的2声丢东西的声音，就是他把那个微波炉丢2次，很出力的甩下去。看到是微波炉的时候，我心想，如果是打到人怎么办？如果他拿那个东西来像以前这样丢我妈妈怎么办？在厕所的时候，我就 message 我的妹妹，我讲我们走。当下就很紧张，我是抱着那个行李箱跑出去了，就跟我妈、跟我妹妹、跟侄儿讲快跑，我们不可以跑我们每次走的路，我们要跑反方向，我们要跑另外一边，怕给他看到他会做出什么事情，他不要给你走，他打我妈妈，因为他一直认为3个孩子都不听他的话，是我妈妈害的。问我妈妈讲，不要每次为了别人想，你要去过你自己要过的生活也是。你已经从17岁给他折磨到现在了，我没有看过你很幸福的样子，觉得你受的委屈应该要释放了吧？你们2个都应该要选择自己的生活，在还可以的时候。这种恐惧没有停止过哎，我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了。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是不想了，对不对？就很自然，头发乱不要紧，就是要乱。像我这么高，你看啊，到这边的时候，你这样的时候，我拍了，对不对？你要突然的崩溃，你必须要把你自己放进去里面，把感情放进去里面。当人家看到的时候，才会感觉得到你的意义在哪里。对我来讲，我想要拍的东西就是那张照片，不管是我还是别人看到，都会想起任何的东西，就会让它勾起回忆，就是有一个故事的照片。其实我蛮 surprise 我自己做得到啊。Cheryl 的部分，它是有一种梦幻在里面，所以对我来讲就很难，因为你怎么样去表现它，你怎么样把它拍出来。对，所以在那之前我真的蛮担心，之后我觉得其实我做到了，就是要看出来的成品是怎样。happy 谢谢大家。
安迪，看起来还不错嘞，没有按掉就好了。我来这边洗2年了，至少。你摸人的了。more than that 哦。摸脸了。对啊，因为安迪很 nice。我可以看得到那个故事哦，最后看到他的故事的结尾是不错的。我可以这样，第一个看到照片的人是他，所以他可以感受得到的话，就是可以。我印象里面他只包过我一次，他就是那种不会表达的人啊，就是用脾气来做事的人。不管他多没有钱，家里他都照顾得很好，不会少1分钱。他就其实一个很单纯、很善良，他也是曾经可能被人家骗过。其实我没有真的很怪过他，因为我也觉得他也很辛苦。我是生气他这样子对我妈妈、对我们，可是我没有觉得我恨他。他一个人，我觉得很心酸哦。我觉得，然后现在我下一步可能就是我要每个礼拜找他吃饭1次。有时候给我们一些时间，我们可能可以像以后像朋友这样哦，很难讲。我觉得摄影对我来讲，不是你要待在那里等，我觉得是你人生会遇到什么东西，不是你待在那里等就会等到的。哦，你待在那里等你。抓到一张 perfect 的版，你可能也错失了一些东西。就是如果你继续走，可能前面有更好的等着。摄影对我来讲是这样的。觉得我学到最大的是以前我每次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，我要想很久，我不敢去做，因为没有信心嘛。有些决定早一点做是好的。我觉得摄影是可以帮你自己疗伤的一个最好的时候，把不好的情绪都拍出来。真的希望这个 project 可以帮到很多的人，明白更多的东西，不管是家庭还是忧郁症。如果可以，我也希望可以鼓励到他们。我希望我可以把以前那些创伤都放开吧。我觉得如果这些东西放开了，你自然就会有信心，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东西。